大家好，30而立便会气场全开的这个赵小刀赵丽颖，已经锋芒毕露，如同镜面人生了。自家的工作室刚刚放出了一组9宫格的美图，跟着国外时尚的杂志继续跟进更新，让这个时尚的 icon 几乎成为了粉丝们天天见面的生活元素了。小刀的热度有时候真的很像冬天里的那个粉丝暖手宝的实际的功用呢。有意思的是，高冷王子王一博热度也在持续的升温当中，因为风起洛阳的缘故，各式各样的花式的推送和热搜，甚至于各种脑洞大开的联想和创新创意，真的是让这个冬天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热锅小炒的滋味感、饱足感和满意度。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的期待他们能够开开心心的把握机会，奇妙的再续佳话，成功的野蛮得奖。那么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份坚持和一个行动。英国著名的时尚杂志 Glass 是一份展示不同年龄女性和不同职业女性的专属形象杂志，属于为女性生活注入多元能量的时尚的杂志。当这份国际性的期刊和顶流赵丽颖碰撞出火花的时候，会留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惊喜和礼包呢？您无需寻寻觅觅，今天新闻就带您一起打开这个大礼包，看看时尚 icon 赵丽颖这回又以什么样的镜头感来传达出自己那一份每日俱进的美丽的心得和魅力写真呢？众所周知，赵丽颖最近一直都在专注于拍戏，这也让她连续的缺席这些天来接连举办的各式各样的时尚红毯活动，更让喜欢吃瓜的粉丝们望眼欲穿，有些可惜感。其实不然，在我看来，赵丽颖如今的造型真的是很有看点看头了。自从赵丽颖换了造型师之后，几乎每一次的亮相都可以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感觉、大瓜和不少的惊喜。11月18号，赵丽颖最新的封面大片终于曝光了，这也同时让那些翘首以待的热情的粉丝们再次弥补了一回大女主连续的缺席各种红毯活动的遗憾感。虽然这次也仅仅曝光了一张的封面而已，但是有趣的大片的感觉也足够让大家的热情和热度足足的暖上一段时间的了。赵丽颖这次的封面大片塑造的是一个被5色的鲜花所团团包围住的一个花仙子的 look。 照片可见，赵丽颖全身搭配的是屡试不爽的淡色系的穿搭，加上貌似随意的蓬松的发型，都让她平添了不少轻熟持重的画面感出来了。其实留意本频道一段时间的您肯定会知道，赵丽颖的装扮风格其实早就有了明显的变化了。虽然装扮方面更加的趋于成熟了，但是也体现出了她相当比例的说不出来的那一种优雅感出来。通过这张英伦风的大片，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分分钟参透出不少发自于英伦的小格调、小元素出来。所谓成熟优雅的气质的果效，有时真的无需翻烂一本杂志寻寻觅觅，有时单单从赵丽颖的一次成功的穿搭当中，就能够多多少少的找出不少实用可行的装扮小技巧出来。技巧1就是简单可行的基础的色调，那就是淡一些就行了。拿赵丽颖这次的封面大片来说，整件衣服就选择了色调很淡的颜色，这是一种更偏向于裸粉色的颜色。
这种女性专属的颜色，除了可以起到修饰肤色的效果之外，也可以凸显出衣服颜色的另类的高级感出来。成熟优雅风的装扮，重点就在于熟和雅这2个字眼上。所以在颜色的挑选上，只要选择色调偏淡一些的颜色就对了。而在选择淡色系的时候，只需要注意2个细节就够用的了。第一，就是亮色的里面一定要添加一点点白白的色调。虽然整个的颜色看上去会更加的淡一些，但是重点是亮度就明显的提高了。第二，就是通过面料的薄透的感觉，加添颜色的淡化感。比如薄纱的面料若隐若现的感觉，立马就能够加入到神秘的元素和空灵的气息当中去了。技巧2，就是选择那些极简风的设计风格，复杂的元素能免则免。这个技巧需要用心去拿捏，因为不少人都很难去繁从简的。也就是说，断舍离大家都懂得，但是做起来的话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这个道理是相通的。也就是说，在服装的设计风格当中，最好去选择那些极简风的单品就对了。极简风的单品并不是指设计上毫无亮点的单品，而是指把别出心裁的设计感和独特感全部都放在服装细节当中的这层意思。赵领近期的一些裙装的映照和造型，就是明晃晃超典型的极简风的造型了。其一，低领的设计就是极简风的一个重要的元素了。对于裙章来说，领口的造型就是展现细节亮点的刚需的方式了。一般来说，为了让领口的造型感更加的独特和出众，同时也想带出与别不同的专属高级感的话，有2个秘制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增加造型的立体感，比如选择小高领，或者是带有飘带设计的领口。第二个就是突出领口的露肤效果了，这我也在赵小刀的各种的新版 look 当中提到过多次了。比如选择深 V 的领口，就是超频繁超典型的赵小刀的方法了。这种方法就是不少人都热衷的一种超经典的设计的元素了，因为适当的露肤的效果可以最大程度上的起到修饰身材的骑兵的效果了。赵领这些日子非常偏爱的极简的裙装，领口的造型就选择了深 V 的款式，直接露出了漂亮的锁骨，也起到了修饰脖颈线条的明显的效果出来。搭配上耐看的亚麻的面料，更加凸显出了裙装的那种田园才有的浪漫风出来。2，就是要改变裙装的廓形结构。改变裙装的廓形结构最常见的手法就是要把裙装和衬衫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也就是时尚达人常说的那种衬衫裙。衬衫裙比起经典的裙装结构，增加了必要的门禁线和扣子的设计，这就让整条的裙子在视觉上加添了不少设计的亮点和观感，视觉上也随之增加了不少的动感的元素出来了。虽说整体的设计感依旧是给人简单的感觉，但是却能够在细节上制造出明显的变化感出来，同时也让整条裙装在穿搭上也产生出了更多的可能性出来了。这就是细节上的威力了。以此类推的话，还可以延伸开去，让极简的内容更加的丰富起来。比如说把裙摆的扣子往上推，多解开几颗的话，让整个的裙摆可以打造出开叉裙的神奇的效果出来，等等等等，这样的小心思都可以成为大创意的。
很明显，您如果稍稍留意一下，或者说再次回顾一下的话，我之前一直就聊开的这个赵丽颖的衣品大片，在极简主义方面，这个赵小刀明显已经玩得很欢的了。不过对于衬衫裙来说，想要穿出造型上的利落感和显瘦的效果出来，领口最好不要选择那些经典的衬衫领，这些衬衫领容易造成生硬的感觉出来。如果改成 V 领的造型，则会更加适合一些，也会更加容易把控一些。3，就是我提到过无数次的配饰的点缀了，这点很重要。对于极简风的裙装造型来说，配饰一般就是指头饰了，丝巾、丝带都是特别容易操作和百搭的超轻松的元素了，简简单单的绑在发尾之上，就能够立马增加整体造型上的独特感出来了。只是一定要注意丝带的颜色，不要错色，最好跟衣服的颜色有着明显的色调上的一致感才行，否则极简就变成不简了。总之，英伦风加上中华的元素，在赵丽颖的身上，我们都能够轻轻松松的看出来，这段时间里面这个玩转时尚转型中的这个赵小刀的用心出来。每个年龄阶段都有每个年龄阶段的美感蕴含其中，就像春夏秋冬的交替一样，每一个季节都能够让我们悟出当季的风韵和色彩出来，这就是生命之美了。同样的，在我们厌倦一成不变的日子的时候，欣赏和借鉴一下别人身上的色彩和领悟，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得到每一天的不同和美好，您说对不？而且更多的是一种能量场的交替运作和互动，日出日落，月明月暗。当我们付出情感，收获喜悦的时候，我们都会感悟得到这种发现后的生命的美感出来，您说对不？如果您同样的欣赏和感受这个赵丽颖通过时尚大片所传递出来的那种与别不同的美感和与日俱增的动人的话，不妨在评论区中大力的打入4个字的短评，也就是生命之美这4个字。因为生命在于发现，每天都有精彩，您说对不？说完时尚的元素，就少不了各式各样的时尚的聚会了。到了年底，各式各样的大牌活动都纷纷的出笼了。刚过去了一个芭莎慈善之夜和 GQ 红地毯，紧接着又轮到 LV 的大秀、东方风云榜、风尚盛典等等等等的明星大腕们每年都会争奇斗艳的奇葩盛会了。有趣的是，别说赵丽颖、王一博这对王炸姐弟都纷纷的缺席了这些的盛会，就连参加了这些活动的明星们也都个个谨小慎微，个个都如履薄冰。我只想说的是，早知今日何苦来哉呢？话说2、3线明星们齐齐汇聚的这些盛会当中，连这些明星们都居然还表现出了各式各样的塑料假笑和塑料客套出来，个个都不敢让自己惹人注目，被人聚焦。比方说在芭莎的活动现场当中，杨幂和杨颖虽然2个都去参加了，但在大合照当中，一向都超爱争抢 C 位的塑料姊妹们，居然个个都假笑谦虚，没人去抢 C 位，而是尽量的靠边站去了。结果呢，最后居然把那个过气 N 年的老戏骨惠英红给推上了 C 位了，你说奇怪不奇怪？这种场面又好笑又无奈。你们这些塑料姊妹平日里明争暗斗，不就是想要在这些全国瞩目的大场合当中突出一下自己那业界大拿的江湖地位吗？
去了之后还要自降逼格，主动的靠边站，那你到底干嘛去了呢？所以说赵丽颖、王一博远离这些是非之地，这次无疑是超级明智的。去的人感觉都是自取其辱似的，何苦来哉呢？说白了，这年头大家都是想越低调越好，不想去当出头鸟，也不想太过高调了。而品牌方很明显也不想把活动办得太过的高调了。风头火势之下，这些的盛会真的是成了鸡肋了。办吧冷冷清清，不办吧自己打脸。结果现在好了，一方面冷冷清清，一方面又自己打脸了，各种的苦情苦果自产自销全部包圆了。而且之前都有的直播的活动，现在好了，也通通都取消掉了直播了。在每个人都想低调的大环境下，还要低调的举办这些高调的活动，横看竖看怎么看都有一种精神裂开的感觉。所以说连串缺席的王一博，就算整个年底都缺席的话，他也只有得没有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无论平淡还是人潮，人气这玩意儿还是会死死的套在他的身上的，死死的绑在他的身上的。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年纪轻轻的这个王一博，就像我一直都在说的那样，爆红以来他就一直被人气所包围着，他就一直保持着一种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超高的关注度了。他压根儿就不需要太多的外界的因素来加持，例如这些一年一度的盛会等等等等。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就是热度了，因为他确实的凭借着自己的超强的业务能力，已经彻底的完成了出圈的大任了。他已经成为了顶流之中的顶流，内娱圈中的天花板了，而且还是随时随地都能够被人觊觎和抹黑的那一种。有意思的是，越是有流量的艺人，越是有底气去沉下去。现在的这个王一博其实正在积极的沉淀着自己，沉淀着演技，也沉淀着精华。然而呢，外面的世界还是真的离不开他的热度和他的人气。例如他的风起洛阳，现在就热闹的，根本就已经是越炒越热，越炒越爆了。他的各种的官宣和海报就像炒栗子一样，被炒到香喷喷热辣辣的，炒到了让摩托姐姐们欲罢不能了的那一种。比方说王一博让粉丝们狂欢的一个指数飙升的重点，您肯定绞尽脑汁也想不到，那就是我之前所聊过的一组风起洛阳的官宣的照片。有兴趣的您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我之前的视频都有详细的探讨。把所有热情的粉丝们的脑洞或者说搞笑度彻底拉满的那张照片，就是目不转睛形象呆萌的王一博，手里面拿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奇幻的凝神的瞬间，一下子就引来了无数痴心铁粉们对于剧中角色的科普的狂潮了。我已经聊过了，其实放出来的这组剧照当中，王一博手里面拿的是个煮茶的器具而已。毕竟百里弘毅的人物的背景放在现在就是实打实的官宦的子弟，高干的子弟，所以让呆萌的王子呆萌不已的这个煮茶的勺子，虽然价值不菲，倒也合情合理，纯属剧情。好玩的是粉圈的力量真的是大无边了，摩托姐姐们在争相科普传播知识研讨历史的同时，照样也自娱自乐的嗨了起来。各种奇葩的 P 图可算把这个王一博给玩坏了。显然
大家伙儿已经把王一博在剧中人物的形象的设置给彻底玩坏，跑偏了。居然有这么一个 P 图的达人，直接的把呆萌王一博的呆萌的小表情一举 P 成了一幻一真的专注大厨的熟手模样出来了。那种一勺在手，天下我有的既视感，您 get 到了没有呢？说实话，这种趣味度燃爆的 P 图，我还是要给满分的。原本就是洛阳人的王一博，这次被 P 上了洛阳厨神的行头，并亲自下厨热炒这股风起洛阳的热剧热度，这想法实实在在是超纲和超杠的。我个人相当的喜欢这种意图速解、趣味内涵的走心的炒作，您喜欢吗？如果您也同样喜欢的话，不妨简单的在评论区当中大力的打入4个字的短评，也就是风起洛阳这4个字，让我们一起为这出风起洛阳加油，同时也为这个洛阳少年加油。我突然也特别的期待王一博有朝一日真的会穿上厨神的服装，为大家伙儿奉献一出让人食指大动、垂涎不止的料理的大作。您期待吗？总之，我也实实在在的想不到，这些摩托姐姐们所独有的这股新奇的画风，居然一道把这部剧的热度和专注度合力的推送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再加上平台的背后的推手推波助澜，我想肯定会为这部剧迎来一个有趣双赢的开门红的局面出来。现实的社会原本就是现实的，有人气就会有关注度，有话题就会引来广泛的热议和 P 图了。随着这部剧的热度不断的高涨，注定就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起这段历史和辉煌了，以及这段故事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了。这就是顶流明星们的影响力了，这也是主流明星们的正能量了。总之，就像我常说的那样，足够的正向的流量带动的是足够的正向的能量，而这些足够的正向的能量只会为全社会带来足够的正向的影响。而在能量大本营这里，新闻同样也欢迎各位追求正向能量的朋友们继续的在这里发光发热，为王炸姐弟加油，为生命加油，为自己加油，也为未来加油。最后，你无论是喜爱赵岭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祝愿云匪夫妇王炸 CP 依然能够命格重聚，野蛮拿奖，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的爱心、鼓励和支持都已经证明了多次了，都是达成心愿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慢慢汇聚起来的话，就是积聚天上财富的，打造人间传奇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终有一日会为您、会为我点亮黑夜，带来惊喜，更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您所憧憬和祝愿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包括变数依旧的野蛮生长，以及化身成为主流的王一博。爱就请全心的爱到底，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同样，我也热烈的欢迎您继续的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面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